著名的经济学家穆莱纳森和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沙菲尔，经过长期的研究后发现，即便给忙碌的人多些时间，也不会触发他们的高效；即便给贫穷的人多些钱财，他们也不会变得富足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本行为经济学与心理学化学科研究的经典书。珍惜时间，这都是稀缺给我们带来的专注活力。但从长远来看，我们损失更大。我们会忽视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变得不那么有成效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稀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。当稀缺俘获大脑时，人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紧急的事情上，并将其他事物排除在外。这种专注会让人们从稀缺中获益，让人们获得专注红利。由于目标移植的作用，人们在专注于某项重要事物的同时，就不容易想到其他重要事物。因此，专注也会导致管窥，让人们的视野变窄，从而付出沉重的代价。管窥效应，一旦我们面对稀缺，我们就更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需要关注的事情上。这么一来，我们往往会忽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，那些能把我们从贫困中拉出来的重要的事情。举个例子，美国的消防员在游佛井的时候，消防员会被要求在60秒内穿好裤子、外套、鞋子，并且拿上该拿的东西，跳上消防车，迅速出发。根据统计，出事的消防员有20%到25%都是死在了去佛场的路上。其中有一些是消防车和其他车辆相撞发生了交通事故，而导致他们在交通事故中丧生的原因就是没系安全带。这些事故中没有系安全带占总量的79%。消防员平时那可是经过严格的训练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原因就是他们接到报警之后就会进入时间稀缺状态，他们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好准备，而且要在路上制定一些消防策略，研究火场的结构，要计算水龙头数量，还要预估火势大小，这些都会导致一些重要但平常的事情被疏忽了。因此，管窥效应会改变我们做出决策的方式。比如某天早上我们没有按照习惯去跑步，这些天工作任务特别多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跑步就没有那么重要了，赶紧把活干完最要紧。少跑1-2天，指出稀缺的本质就是没有余闲。余闲的概念深入到了稀缺心理的核心，拥有余闲，我们就会拥有充裕的感受。带宽不足，稀缺会引发带宽的不足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带宽是我们的计算能力、关注能力、决策能力、执行能力和抵制诱惑能力的通称。我们从处理日常的事情到思考问题都需要带宽。全世界2.85亿人患有糖尿病，糖尿病虽然不能彻底根除，但是只要按时服药就不会出人命。为什么每年还有大量的人死于糖尿病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这些人没有按时服药，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患者不按时服药才引发的严重后果。研究还发现，穷人在这个比例中占大多数，越穷的人越不按时服药。美国的穷人普遍更胖，不让孩子接受教育，不会去买保险，也不会打疫苗，不会定期储蓄，更不会投资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会认为这些事情很重要，但并不紧急，他们只关注紧急的事情。这就是带宽不足的原因，他们每天遇到的事会占据大多数的带宽，就没有精力去关注长期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了。他们每天考虑的都是怎么省钱，怎么还信用卡，怎么交房租等等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心被一些琐碎的事占满了，没有余闲去想一想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。带宽的不足还会引起他们认知能力的下降。比如作者就做了一个实验，有一波实验者第一次测试，
让他们什么都不想的去做测试题。第二次测试，提前对他们进行诱导，让他们想一想自己的经济状况，让他们关注自己缺乏的东西。这2组测试的结果显示，第一组的分数要高很多，这就表明带宽不足会影响智力水平。带宽不足还会进入一种游离的迟钝状态，比如我们在看电视，旁边有朋友跟我们说话，我们的回答总是心不在焉，这就是一种游离的状态。穷人真正缺的不是时间，不是金钱，而是带宽。他们需要有一定的注意力去关注真正的长期规划，去学习新的技能，去定期理财，这样才能最终跳出稀缺的怪圈。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避免稀缺的产生呢？一、节约带宽，要减少日常生活中需要做决定的琐事，就像扎克伯格一样，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，这样就减少了选择的麻烦。生活中这样权衡式的思维越少越好，不要为了省几块钱去浪费大把的时间，把注意力放在真正值得的事情上，集中在可以长期积累的事情上。有效利用带宽是摆脱稀缺的重要方法。二、留有余闲，把重要的事情拉入管子视野中。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做起，挣2000块钱，我们可以存500块钱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我们没有多少钱，但是我们也要定期储蓄，哪怕我们只是拿出一小部分进行投资。或者我们可以投资自己的技能和认知水平，尽量不要透支，不要借用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借高利贷。时间上再紧张，也不要透支未来的时间。当天的工作当天完成，时刻要记得未来还有未来的事情要做。别把自己的工作排得太满，按时的休息，让自己保持持续高效。定期让自己放空一会儿，它会拓宽一个人的带宽。牺牲休息时间付出的成本可是居高无比的。三、设置提醒。穷人通常带宽负重太重，常常忽视了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，那设置提醒就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把重要的事情拉回到视野当中，引起重视。比如我们要健身，就要设置好时间，定时提醒自己；我们要存钱，就让工资卡里的钱自动扣一部分进行储蓄，让忽视等同于默许，这样就能自动的让生活慢慢的向好的方向发展。从稀缺心态的角度出发，我们就不难理解发生在穷人身上的众多失误。这些失误的不可避免，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积极性，而是缺少带宽。有时候一点点心态的改变，就会让自己的生活从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。关键就在于想不想摆脱穷人思维。稀缺是一本帮助我们理解、思考和解决忙碌和焦虑的书，它会告诉你为什么会陷入忙乱而无法自拔的境地，也将指导你如何摆脱这种混乱无序的混沌状态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它将打开你的视野，促使你不断深入思考，并妥善处理当下与未来的关系。所以星河觉得这本书真的值得一看，推荐给你们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